哇，这长台真的是不可思议！火箭打分了，塞尔比一脸的不敢相信，难以接受。今天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局比赛呢？就是要告诉大家，面对塞尔比的时候，只有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。这一点呢，火箭可以说是诠释的淋漓尽致。下面我们看一下火箭的精彩表演。其实这样的局面，如果说是换成其他球员，塞尔比早就拿下了。但是不幸的是，他的对手是火箭。这两个人每次一交手呢，可以说都是看点十足。一个是进攻的典型代表，一个是防守的典型代表。这两位的相遇可以说是火星撞地球。22。现在奥沙利文落后48，台面还剩51，分数足够。23。其实这样的一个局面，在赛前没有人能想到。火箭的中带真的是斯诺克界的天花板。31。这一杆向下的角度可以选择两库来叫左侧的红球。塞尔比现在内心一定非常的忐忑。好球！塞尔比现在内心一定非常的紧张。哇，强行发力来叫黄球。看火箭打球真的是非常的踏实。48。导播现在是几乎火箭每打一杆就要给塞尔比一个镜头。这个咖啡球角度稍微有些大，可能要绕台了。Where's the cue ball? Keep your eye on the cue ball. 白球走的有些多。现在就看这一杆篮球了，需要重度。哇，果然是中带的老王子。塞尔比绝望了。连续的2杆漂亮，一场史诗级的逆转。这场逆转绝对可以说是火箭生涯前3的逆转。看火箭的长台，漂亮稳稳的推进，但是这杆没有交到彩球。看一下火箭怎么去选择，应该是要做一杆了。这是塞尔比最喜欢的方式。这杆斯诺克呢，让塞尔比很头疼。这个局面对塞尔比非常不利。因为这一杆塞尔比思考了将近有70秒，所以中间的过程我们就省略了。火箭现在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开始抠牙了。看一下这杆怎么接。这杆解的也是非常漂亮。
但是左侧底带的这个红球应该可以打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呢，来自于2014年的大师赛决赛。现在火箭已经是7-1领先，非常残暴的一个分数。那么现在这个局面也是非常混乱，黑球呢离库边很近，而且红球的分布呢也是比较散。实际上你经常打球应该知道，这种越是散的局面对于走位的要求越高，而且需要很细腻的走位。火箭和塞尔比每一次的相遇呢都有很多的话题，双方最著名的一次是在2020年的世锦赛决赛，当时在决胜局火箭爆杆解球，塞尔比赛后怒批火箭不尊重人，火箭呢则是质疑塞尔比输不起。双方呢到现在为止总共交手了32次，火箭呢是以20胜11负1平呢占据优势，但是呢有一项记录却是斯诺克历史上所有人都不曾做到的，就是塞尔比在与火箭的3大赛决赛中全部取得胜利，也就是说塞尔比在火箭手里拿走了一套大满贯。想要在决赛中击败火箭确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火箭呢拿到过7个大师赛的冠军，塞尔比呢拿到过3个。中低杆来叫正上方的红球。现在库边还有2颗贴库的，但是不影响超分。塞尔比也是有点郁闷，连输了7局。火箭呢目前有7个世锦赛冠军，和亨德利并列历史第一。塞尔比呢也是非常强，目前有4个世锦赛冠军。塞尔比面现在充满了这一杆效果 K 得非常的完美，现在呢已经超分了，所以打起来没有太大压力。现在关键就看能不能清台。其实塞尔比在和火箭的比赛中呢，很多球迷都是一边倒的这个支持火箭，支持塞尔比的人呢非常少。其实呢，塞尔比也是实力非常强，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。只是塞尔比有时候在球场上的一些做法呢，会引起很多球迷的不喜欢。长时间思考。当然，这个也和每个人的打法有关系。恭喜火箭连拿8局，现在的比分是8-1，塞尔比现在就快要扑了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火箭的经典逆转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现在台面2颗红球贴库，上面4颗彩球都不在点位，局面还是很复杂。这杆可以把黑球打回点位。每次这2个人的对决，球迷都是非常的喜欢，而且很多球迷都是一边倒的支持火箭。现在红球向下的角度，可以直接来叫粉球。
9. 推下来叫最左边的红球。15. 这场比赛呢，来自2020年的苏格兰公开赛的决赛。60. 塞尔比有些慌了。现在这杆可以叫一个黑球向上的角度。现在关键的难点就是这个篮球去连接粉球。左手还是有些够不着，要用架杆。其实火箭用架杆的次数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，因为火箭的左手非常犀利。火箭还是坚持用左手。33. 这杆白球位置不太理想。现在必须要轻抬才能拿下这一局。这个架杆还是挺长的。这杆叫的位置非常细。目前火箭排名世界第一，塞尔比排名世界第二。这一局如果拿下，相信对塞尔比打击还是比较大的。45. 看一下塞尔比的表情。51. 从这一局可以看出，火箭抓机会的能力真的是非常强。好球，一局非常经典的逆转。看一下塞尔比忧郁的表情。今天比赛就到这，谢谢大家。 Which was obviously at that point, like I say, only in that match I felt as though he was disrespectful to me and the game at that particular time.